承让。赵浩胜目前积分第一，还有谁要挑战？不愧是外门第一天才啊！听说他为了今天这场大比，已经连续3个月每天只睡1个时辰，其余时间全在挥剑。凭什么自己起早贪黑累得要死，这废物却能每天睡到自然醒，还能安心享受宗门最低配给？林岩，身为凌云宗弟子，大比之日竟然在一旁行睡，你这家伙连我1/10的努力都没有，简直是宗门的耻辱！滚上来，受我一剑，然后立刻滚出凌云宗！是那个著名的废物林演啊！赵师兄这也太狠了，半步筑基打一个炼气1层的，这不是单方面屠杀吗？活该！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打架多累啊！有这功夫，不如回去补个回笼觉。穿越到这个修仙世界已经3年了，结果却发现这个修仙界病了，众人皆陷入恶性内卷，日夜厮杀，攀比恶意竞争。虽然他们的修为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，但不眠不休的修炼让身体暗伤堆积，未来注定走不长远。而我这种不争不抢、劳技结合的修炼者，竟然被他们视为偷懒的异类，真是没招了。检测到宿主面临修仙界严重内卷，符合激活条件，无争天道系统已绑定，只要宿主坚守本心，拒绝恶性内卷，就能获得丰厚奖励。3年了，金手指终于到账了，而且这系统深得我心啊！检测到突击卷王赵浩的嘲讽，触发突发任务，在陈宗面前坚守本心，奖励混沌灵根觉醒，修为直升金丹期前进。这任务对我来说岂不是轻轻松松？你找死！住手！恭喜宿主临危不惧，坚守本心，任务奖励已发放。什么？混沌灵根觉醒。这是金丹大小树独有的护体金光，我竟然从炼气1层秒升金丹期了。为什么我的剑，我的修为，不，你明明是个废物！这力量还挺舒服。连睡觉都不让人睡安分。现在的年轻人戾气真重。那个林前辈，大比还没结束，不比了，我要回去睡午觉。我没看错吧？睡了一觉，从炼气1层突破到金丹，这还要我们这些天天熬夜打坐的人怎么活啊？快看赵浩师兄，他的本命飞剑碎了，修为还在往下掉，已经跌到炼气2层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宗主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是说，那个著名的废灵根林眼，不仅觉醒了传说中的混沌灵根，还在原地睡了一觉就结成了金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说比武太累，他要回去睡午觉，就直接走了。放肆！大比未完擅自离场，简直目无尊长，毫无纪律。此等顽劣之徒，就算天赋再高，也当重罚。闭嘴！那可是20岁不到的金丹期，这是天佑我凌云宗。有了他，下个月的百宗大比，我们凌云宗不仅能保住排名，还能冲进前10。去外门宿舍，本宗主要亲自收他为亲传弟子，封他为首席大师兄。
这破地方连个席梦思都没有，睡得腰疼。还是先补觉吧。好徒儿，我的好徒儿啊！你果然是厚积薄发的绝世天才，为师这就宣布，提拔你为凌云宗首席大师兄。首席大师兄，当了有什么好处吗？妍儿啊，成为首席大师兄，你将获得宗门最高的荣耀。当然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你每天只需要指导内门弟子修炼6个时辰，再带领队伍去妖兽森林执行3次 S 级清剿任务，每月上交500颗妖兽内弹。只要你努力，长老之位，甚至这宗主之位都是你的。年轻人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，懂吗？宗主，我翻译一下你的意思，就是让我一天干12个小时的活，还得冒着生命危险去打架冲业绩，最后换来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宗主头衔。太累，不去。我要睡觉，门在后面，出去记得帮我把门带上。哦，不对，门已经被你们弄坏了。怎么会有人面对首席大弟子的诱惑，还能拒绝得如此干脆？数字狂王，宗主亲自垂仓，给你安排任务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竟然敢接3回4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宗门规矩？检测到宗门掌门强制化大饼及道德绑架，宿主贯彻了绝不内卷的核心理念，获得奖励绝对防御咸鱼到场。这床不错，这是何等法宝，竟有如此改天换地的伟力！装神弄鬼，你以为弄个乌龟壳就能抗拒宗门法令了？这是什么声音？这背景音乐不错。这是什么妖术？为什么感觉自己昏昏欲睡？体内的元婴期灵力就像是罢了工一样，完全提不起劲儿。我越是愤怒，这股反噬力量就越强。我劈了你！检测到执法长老的无能狂怒，触发被动剑王破防。灵气在逆流。强行冲撞道场阵法，竟会引发走火入魔。宗主，慢走不送。10年一度的血色秘境即将开启，这是周边上百个宗门争夺百年气运和珍惜资源的修罗场。往年我们凌云宗弟子实战拉胯，年年垫底。今年要是再拿不到好名次，宗门配给的灵脉就要被强制削减了。既然叫不醒他，也破不开这阵法，那就连人带床，连着他这块地皮，用乾坤大挪移阵，直接传送到秘境里去。可是宗主，血色秘境极其凶险，其他宗门的精英弟子为了机缘都是要签生死状的。林衍他虽然结了金丹，但一直在睡觉，毫无实战经验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他可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只要他人在秘境里，系统就会判定我们凌云宗有金丹期战力。开阵！是。稳住阵眼。这不管妖
交出千年化龙草，否则我烈火宗今天便让你生死倒退。这化龙草是我玉兽宗守了3天3夜才等开花的，凭什么给你？师弟们结阵！为了这株能提升结丹概率的千年灵毛，我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，全靠吞噬透支田力的暴雪丹强撑。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拿到手。上面躺着的人是谁？这是什么终极法宝？竟然能御使一座空殿进入秘境？莫非是哪家隐世宗门的老祖？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检测到宿主遭遇强制修炼，触发高级场景任务，请在紧张的厮杀环境中展现绝对的松弛感。任务要求：无视争斗，就地进行一项休闲活动。任务奖励：上古神兽降服卡及顶级修为灌顶。行啊，凌云宗那帮老家伙竟然敢暗算我，把我直接扔秘境里来了。敢扰人清梦，还逼我加班。行，你们卷你们的，我玩我的。我们在为了宗门前夫浴血奋战，我们在燃烧生命抢夺天才地宗，你丫的在这里搞露天烧烤，这是对我们这些卷王的严重精神侮辱！欺人太甚！管你是谁，敢在血色秘境如此嚣扬，给我死！检测到卷王无能狂怒，触发被动卷王破防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真元被抽走了。什么声音？这是那株千年华龙草真正的守护者，被这群人类修士吵了3天3夜，终于彻底怒了。这下他们惨了。六级助手，快跑！我的妈呀，这丹药可让他必死无疑！冲那人去了。想吃？拿那个来换。这草的红光太刺眼了，影响我道场的灯光氛围。还要干什么？我们拼死拼活，袭击同门才换来一个看草的机会。你丫的用一把松阳烤肉就给换来了，这世界还有天理吗？不能停！苏清寒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中了我们血煞宗的蚀骨化灵散，你跑不掉的。赶紧把秘境地图交出来！不能落到他们手里。这不是凌云宗内门第一天才，被誉为金山圣母的苏清寒，被人追杀了。凌云宗的圣女，听说你是个修炼狂人，可惜啊，
今天也得变成我们兄弟的血尸！滴滴心血，绝对灵速！结束了吗？努力了这么久，终究还是难逃一死吗？喂，这位女同志，你碰瓷也挑个好点的地方行不行？我这可是刚装修好的吉眼废土风道府，这黑金地板很难擦的，知不知道？保洁费你出。这不是外门那个出了名的废柴林眼吗？为什么在生死搏杀的秘境里，他竟然还能悠闲的烤肉？那头凶名赫赫的大地暴熊，为什么像宠物一样在给他打下手？检测到凌云宗第一天才苏清寒即将生死道消，触发随机任务咸鱼的恩赐。任务要求以最敷衍最不走心的方式挽救苏清寒的性命。任务奖励世界树嫩枝。真是麻烦，这糖豆好像过期好几天了，都发黑了。不过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喂，别装死了，张嘴。吃完赶紧爬起来把地板给我擦干净，别耽误我睡午觉。那小子是谁？竟然敢坏我们血煞宗的好事！敢在血色秘境如此嚣张，连你那个乌龟壳一起劈碎！这是什么力量？我苦修10几年，吞服过宗门最好的灵丹妙药，但那些加起来都不及这颗过期糖豆1/1000的功效。金丹大圆满，不可能！他刚才明明经脉寸断，怎么可能瞬间痊愈，还连破一个大境界？伤了我的地砖还想跑？10几年来，我每日疯狂修炼，从不停歇。可结果呢？自己差点被几个同境界的邪修弄死，而眼前这个人把绝世神丹当过期糖豆乱扔，用6阶凶兽当烧烤扇风童子，仅仅是他手指缝里露出来的一点垃圾，就直接抵消了我15年的拼命苦学。所以我这15年卷生卷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个笑话吗？林师兄，干嘛？地板擦干净再来烦我。师兄，我悟了，从今天起我不练剑了。你这道场还缺人打杂吗？我给你擦地板，包吃包住就行。随你的便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成功击碎卷王圣女的道心，将其同化为咸鱼阵营核心骨干。恭喜宿主获得世界树嫩枝，可升级道场，修为自动涨幅提升300%，附赠被动升级卷王破防光环扩容，覆盖范围提升至方圆100里。距离血色秘境开启已经过去了7天，算算时间，秘境应该要关闭了。也不知道那个混小子怎么样了。他虽然有金丹修为，但整天只知道睡觉，毫无斗志。万一被其他宗门的人联合绞杀，宗主就是太惯着他了。就算他天赋异禀，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毒打，终究难成大器。我看呐，这次秘境之行，只要他能活着带回几株低阶灵草，就算对得起宗门了。回来了！这成何体统？金丹期大圆满，清寒，
你竟然连破3境，达到了金丹大圆满。20岁的金丹大圆满，这放在整个修仙界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啊！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，一定是因为秘境中残酷的生死压力激发了你的潜能。宗主，您误会了，我能突破不是因为什么生死压力，是因为林师兄嫌我死在他门口碍事，随手喂了我一颗过期的糖斗罢了。秦寒啊，你就是太谦虚了，不用替这个臭小子掩饰。他要是有这等神丹妙药，早就自己吃了。各位弟子，清寒圣女的成功，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这证明我们凌云宗的高压考核制度是完全正确的。但是这还不够，为了迎接下个月的百宗大比，我决定请出必死关多年的太上长老无涯老祖，由他出任宗门内务总督，全面接管你们的修炼考核。这不是凌云宗的魔鬼教头，曾经制定过无数废人修炼计划的无亚长老。从今天起，凌云宗实行12时辰无休修炼法，取消所有节假日，取消睡眠时间，取消道侣优惠，每天必须挥剑1万次，少一次扣除师月所有零食。这哪里是修仙，这简直不把人当人啊！谁赞成？谁反对？庶子安敢辱我规矩？你一个拥有混沌灵根的绝世天才，竟然敢当众睡觉，这是对宗门资源极大的浪费，是对本座法令的公然挑衅！给我滚出来！立刻去演武场挥剑10万次，少一次本座就打断你的腿！吵死了！苏宝杰，把隔音阵法开到最大。好一个狂妄的庶子！以为有个乌龟壳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本座今天就替天行道，用这9天罡风玄雷诀劈碎你的乌龟壳，劈醒你的脑子！太上长老不可啊，那可是混沌灵根，劈坏了咋办？闭嘴！玉不琢不成库，今天本座就要杀鸡儆猴！检测到宿主遭遇极其恶劣的暴力及体法，触发高级反制任务，用最极致的享受静心悟道，抵抗不公的惩罚。舒服。这老师傅手法不错啊，自己劈出的那是9天玄雷啊，那是能把金丹修士劈成飞灰的杀伐大术啊！可为什么劈在这个废物身上，他居然露出了舒爽的表情？我不信，给本座继续劈，我就不信劈不碎你的乌龟壳！再加把劲儿，快碎了，快碎了！由于宿主坚守本心，静心悟道，不惧天雷惩罚，现天道回馈，修为突破元婴期。原来这才是修仙的真谛吗？去他的12时辰无修，不争不抢，静心悟道，才能更加贴近天道。没错，牢记结合才是修仙真谛。我凌云宗可怎么办啊？完了，我凌云宗1000年的基业全毁了。都给我起！嘘，宗主小声点儿。林师兄刚翻了个身，进入深度睡眠了，惊扰了他的睡眠，你负责得起吗？你可是圣女啊，你可是金丹大圆满啊！你现在竟然为了一个不思进取的同门来训斥你的宗主，清寒你糊涂啊！他们这么睡下去，宗门下个月的百宗大比怎么办？咱们会被踢出修仙界100强的。宗主恶性内减注定走不长远，只有牢记结合才是修仙正路。检测到宿主成功带动全宗数千人集体静心悟道，完成隐藏成就，任务奖励道场升级扩容。
我怎么感觉这股灵气中有种顺应自然了的大道气源？他们的呼吸节奏在不知不觉中，竟然与这股天地灵气的变动频率完美重合。这是传说中的天人合一之境。天人合一是无数元婴期老怪，甚至化神期大能梦寐以求的顿悟状态啊！在这种状态下，修炼1天抵得上平时苦修10年。现在凌云宗几千个外门内门弟子，竟然在集体打坐的过程中进入了这种传说中的境界。炼气7层了，张三突破了，李四这小子居然筑基了。王长老的秃顶居然长出头发了，他突破金丹中期了。庶子，可恶的庶子！本座要将你们这些打坐偷懒的全部处以极刑。这发生了什么？为何那些弟子打坐偷懒中，不仅伤势痊愈，修为还势如破竹般节节攀升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幻觉！灵力浑厚，根基无比扎实，没有一丝一毫用丹药堆砌的虚浮，也没有急于求成而产生的暗伤。大道至简，无为而治。自己这几百年来为了突破不择手段，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疯子，结果还卡在元婴巅峰整整200年无法寸进。原来真正的道不是逆天而行，而是顺应自然，不争不抢不内耗，才能更贴近天道本源。我错了，我无暇修了一辈子的假仙啊！检测到无涯道心彻底粉碎，世界观重塑成功，宿主静心无道，引来天道回馈，修为提升至元婴期巅峰。怎么休养了一会儿，感觉身体内力量又长了一大只？宗主，太上长老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。宗主，老夫年纪大了，受不了这些高强度的修炼了。这内务总督的职务我不干了。青寒丫头，往那边挪挪，给老夫腾个地儿。太上长老也叛变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凌云宗彻底变成咸鱼宗了。报告盟主，根据本月的数据统计，凌云宗这个月上交的妖兽内丹数量为0，秘境资源抢夺率0，各级弟子任务接取率0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凌云宗向来以底层的残酷内检著称，如今所有数据全部归零，只有一种可能：他们在血色秘境中遭遇了灭顶之灾，宗门主力已经全军覆没。如今的凌云宗不过是个空壳子，他们占据的那条极品灵脉也该换个主人了。传我盟主令，集结百宗10万精英，即刻发兵凌云宗。遵盟主令。盟主，前方就是凌云宗的地界了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凌云宗各项数据已经连续7天为0，绝对是内部出了大变故，说不定已经死绝了。这可是我们吞并他们极品灵系的绝佳时机啊！传我将令，大军压境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过。遵令。盟主，情况不对。啊！这是什么奇迹一术？一块生锈的破铁皮也想挡住我10万大军，装神弄鬼，
凌云宗这是彻底疯了吗？盟主说的是，这肯定是凌云宗的疑兵之计，他们已经没人了，只能用这种小把戏吓唬我们。我这门神通能够大范围窃听敌人的心声，探查敌情。我倒要听听，这凌云宗的乌龟壳里究竟藏着什么阴谋诡计。这白玉地板真凉快，原来劳逸结合真的能让修炼事半功倍。果然专注本心，才会顺应天道。盟主，您怎么了？好恐怖的精神污染，只差一点就要控制不住的自己了。邪术，这绝对是上古邪术！全军听令，结万仙灭世大阵，把这乌龟壳给我轰成渣！给我破！有完没完？大周末的搞什么噪音骚扰啊！警告！检测到10万大军联合发起的恶意进攻，极度恶劣的打扰行为已触发终极户主反击程序。真是没完没了，一个个精力这么旺盛，怎么不去种地啊？林师兄，需要我出手吗？不用，对付这种在别人睡觉时制造噪音的毒瘤，讲道理是没用的。给我毁灭吧！好死，都给我闭嘴，安静下来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呢？我不行了，太累了。不，我不能睡，我还要一同修仙界。这年头，总有人为了卷，连命都不要。谁能告诉我，下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整整1个月了，下界飞升通道的劫运池连一滴气运都没有进账。启禀先帝，下界修士好像全都在打坐修炼，他们每天不争不抢不内斗，甚至连妖兽都不打架了，全在休养生息。放肆！荒谬！修仙乃逆天而行，不吃苦中苦，怎么供养我们这些仙上仙？他们这是在断绝仙界的根基，是在造反。既然这群人不想争了，那本帝就亲自下界，带着天道的意志，重启这片天地。天怒了！是上界仙帝降临！完了，我们佛系修仙触怒了上苍。下界生灵，尔等怠惰成性，荒废大道。今日本帝携天道意志降临，废除一切慵懒之风。从此刻起，所有人立刻恢复修炼，互相搏杀，不争者死。苏宝杰，天上那个放全息投影的家伙是谁？这台词太中二。回师兄，那是上界的昊天仙帝，他要逼我们回去恶性内卷，日夜厮杀攀比。连神仙都要亲自下凡给压力，这修仙界真是烂透了。区区下界蝼蚁，竟敢无视本帝与天道法则，给本帝灰飞烟灭！检测到昊天仙帝背后的天道法则，
宿主已完成所有前置成就，道心坚如磐石。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——世界规则修改器。你口口声声说天道法则，说物竞天择，但我发现所谓的天道，不过是你们的工具罢了。你们制定规则，让世人陷入恶性内卷，争强好胜，互相厮杀，你们好坐在天上舒舒服服的收割契约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道。天道法典第1条修正：众生皆享带薪休假权，灵气资源按需自动分配。天道法典第2条修正：禁止任何形式的恶性内卷与自杀攀比，如有违反，修为自动倒退。天道法典3条修正：天地大道在于自然松弛，牢记结合与静心悟道，修则长得越快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对天道做了什么？静心悟道3年，修为竟然提升到大藏期巅峰了。果然，不争是格局，沉淀是智慧，强者自守本心。